盛冈在2023年的时候啊，被评选为算是全球最适合旅行的52个地方中的第2名。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盛冈，那盛冈的樱花呢，一直都富有盛名，无论是樱花或者是秋天的枫叶，都算是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呢会考虑的地点之一。那在近年呢，发现台湾人其实非常的爱去盛冈啊，非常多的 YouTube 上影片呢也有介绍盛冈。那在我们前一年去完金泽之后呢，在跟小老师讨论说隔年的樱花季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小老师说那就去盛冈吧。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樱花季呢就去了一趟盛冈。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我想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盛冈呢我推荐的一些景点。因为这一趟郑宇还没有去，所以呢没有办法拍非常好的一些影片来跟大家直接去介绍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用我自己录了一些简单的画面搭配呢，我把盛冈的一些景点跟我这次去的地方呢做一些简单的分类，一一的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把今天的那个主要的内容呢分成几项。首先第一个呢是几个好拍樱花的地方。那因为盛冈呢，我们这次本来就是樱花季，然后我有找到一些我觉得拍樱花蛮不错的地方。那有些是比较适合自驾，那因为我自己这一趟呢主要是自驾，所以分享的点呢，可能我觉得自驾会方便一点点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参考看看。那除了樱花点之外呢，还有2条呢推荐给自驾的路线。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频道的特色就是我自己因为喜欢自驾，所以我会有很多在比较近郊一点的景点。那对于如果是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方便。那我相信我们频道蛮多观众都会为了拍照，所以考虑自驾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许可以分享给你当做一个参考。再来呢，就是当然我会分享一下关于盛冈3大面的心得，以及呢再推荐给各位3个呢免费的观景台。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适合拍樱花的地方开始。我相信大家如果在盛冈要拍樱花的话，第一个直觉呢就会在盛冈城里面拍摄，因为盛冈城本身呢就是一个有非常多樱花的地方。那盛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呢，就是石歌樱，大家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一株樱花呢长在石头里面哦，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一棵樱花树的景点，我没有特别拍什么照片。那在整个盛冈的城基的公园里面呢，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樱花的，但对我来说呢，那个地方的观光客其实非常的多。一早呢，我觉得在早上9点之前抵达的话，也许人会比较少，但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也是早上已经10点11点了，其实人就很多，比较没有办法拍到干净一点的景哦。那我也觉得，就我自己而言呢，我可能就不用再介绍盛冈那种非常知名的景点。今天呢，所有介绍点呢，我觉得都是大家比较少提到的。那么我第一个推荐的樱花的点呢，就是在离盛冈城呢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稍微往北一点距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盛冈中央公民馆，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拍枫叶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盛冈市中央公民馆的旁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条公园的河滨的道的，你可以把车停在公民馆这个地方，走到对面这个地方来，沿着往桥的方向，然后下桥走到桥下面的这一条绿色这条虚线的河滨道。这边呢，我们在之前上100、400影片中有看到我帮徐老师拍了一些长焦段压缩樱花的景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我认为呢，它河边呢其实短短一排，大概7、8株左右的樱花吧。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大概70、200左右的焦段，你可以从桥上往下拍，那个效果非常的好。或者是你可以一大早过来，你等一些路人经过，有些老太太其实会在这个地方早上会在这个地方散步，那你穿过樱花枝条拍到下面的人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而且这个地方呢普遍是没什么人的，如果今天你要拍人像的话，你稍微等一下下，你就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风景哦。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推荐呢，在盛冈市区内呢很适合就是你想帮人物跟樱花搭配拍点照片的一个好地方。再来第二个地方呢，也算是比较知名一点的地方，就是高松之池。高松之池呢，在稍微北边一点的这个地方，那算是当地的一个热门点。在樱花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在周末是会有市集的。它北边这边还有一个高松公园哦，它都是有很多樱花树的。如果你开车的话，公园的最南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个大型的停车场啊，你可以停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沿着湖畔呢，就慢慢的散步。它有一些鸭子船，旁边有一个高中哦，所以到下课时间会有非常多高中生在这个地方，就也看樱花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场景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漂亮。如果有一个比较长焦镜头，你可以直接呢拍摄湖上的一些鸭子船，搭配后面整片的樱花树。很可惜这一趟我在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在看影片跟画面的时候呢，其实是稍微比较阴天一点点的。那你沿着这个湖畔一直走，往旁边走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看到有一个叫神庭山的小公园，整个山坡上它都是比较年轻的樱花树，但当它满开的时候呢，整片山壁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你穿过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能够拍到蛮多不错的照片。继续往前，这边有个小小湿地的区块，在这个地方呢，那边会有很多鸭子或水鸟会停留，所以你想顺便拍一些水鸟的画面，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合适。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蛮值得，可以沿着高松之池，尤其在樱花季的时候呢，绕一圈。那各个角度呢，在拍摄樱花，我觉得画面都蛮有趣的。往后面呢，已经走到这个高松之水源基这个地方呢，上面有高松公园。这高松公园里面呢，也是有樱花的。那这边可以看到我帮徐老师拍一些照片。那它樱花树呢也是种成一排一排的，所以你要拍长焦段压缩的效果呢，在这边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整个高松公园呢，我都认为，如果在樱花季它满开的情况下，它的人潮呢，我觉得当地人会比观光客来的更多，因为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观光客可能到这边比较不方便，所以如果你自驾的话比较容易抵达。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比较远一点点了哦，这边有一个半樱花并木。它的位置呢，其实离盛冈的市中心呢有点距离的，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要开车过来。但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整整一整排的樱花树。虽然说它在地图上呢写的是樱花并木，但是我这一趟去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看到它有2排的。一般我们讲并木的话，就是2排的树，但是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就整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灌溉用的这个渠道呢，它整片全部都是樱花树。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路这样拍过来呢。如果在满开的情况下，我觉得非常壮观。在这个地方，我甚至有看到非常多像乌鸦在上面筑巢。无论是拍鸟、拍人，或者是你想要拍整片的樱花树，搭配岩手山都是可以的。因为其实你把地图拉小一点，你会发现呢，其实远远带过去呢，是可以看到岩手山的那个方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甚至有些角度呢，你是可以拍到樱花树，配上建筑，配上后方的岩手山也是办得到的。所以有机会自驾的话呢，在樱花季，我觉得蛮值得可以过来这边看一看，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在第二个部分呢，自驾路线呢，我这边有推荐2条自驾路线哦。首先第一条呢，最终的终点呢，会是在烧走的熔岩流。如果今天你是一早就出发的话呢，我蛮推荐呢一早可以先到龙泽的森林公园，因为龙泽森林公园呢其实蛮漂亮的，而且它里面有一棵大樱花树。如果是樱花季来的话呢，蛮值得这边停留一下的。我这一趟呢，因为刚好有带 Sony 的100-400，所以我本来就想要拍一些鸟，所以我一大早大概8点的时候呢，就到龙泽的森林公园。那在整个森林公园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鸟类，而且有啄木鸟。我觉得那个公园人不会非常的多，如果有啄木鸟的话，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它在啄木头声音。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直走，它有一个野鸟观察森林哦。这一带呢，我觉得都算是蛮漂亮的，我觉得那个树林都蛮值得可以走一走。它的步道呢，我觉得也蛮好走的。那这个地方离开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北接近那个烧走熔岩流。那一般的话呢，应该会先经过八幡平市这个地方，那在交流道下来这个地方呢，有一家餐厅叫做个 Muraju 这个食堂。那这个食堂呢，我自己觉得也还不错，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先吃个午饭之后呢，再去烧走的熔岩流。那到了烧走熔岩流这个地方呢，它是当初岩手山那边那个熔浆喷发之后呢，留下来熔浆经过的地方，所以它都是火成石，那都是那种非常非常粗糙的岩石哦，就是不太适合在上面跌倒的那种岩石。我觉得稍微可以在里面呢走个半个小时的徒步路线啊，我觉得那个风景蛮漂亮的。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整片的那个熔岩岩浆的遗迹呢，再配上后面的岩手山。那在走这个熔岩流的时候呢，因为它很多远方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到一两棵单独的松树。那我觉得搭配前面那个熔岩的地景啊，在拍摄风景的照片上，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因为那个画面呢非常干净跟简约。那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其实风非常大，后来还下雨了，所以其实走的有点狼狈，但那个场景呢其实蛮梦幻的。如果家里有些小孩子对于地球科学有点兴趣的话呢，我觉得这边还是蛮值得推荐可以过来绕一下的。那同时呢，在这个烧走的熔岩流的登山口这个地方，它对面呢应该是一个已经有点废弃掉的天文台，建筑物呢本身非常的梦幻。就以现在大家在流行用语，可能就是很梦河的一个场景哦，还蛮酷的哦。
那在这附近呢，其实有很多一本樱。如果你在樱花季的话，可以稍微走一下，在熔岩流这附近呢，其实你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许多就是单一棵樱花树的地方。不过因为这一趟时间关系，因为我们出发比较晚那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找其他一本樱了。不过蛮推荐大家，也许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这边找一些地方可以拍个照。那因为我急着呢，蛮想要在这一趟行程结束之后呢，我想要绕去岩手县立的博物馆，还蛮喜欢逛一下博物馆的。而且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呢，在经过了龙泽那边之后呢，就回到了岩手县立的博物馆。这博物馆的整个面积其实蛮大的，然后它建筑物呢是比较红砖色的，我觉得蛮漂亮的，颜色比较深一点，再更接近咖啡色一点点。里面展出的东西呢，除了有恐龙化石、人类过去遗迹的化石，还有很多当地一些文化遗迹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有带小孩子，或者是自己对这样子的东西有点兴趣的话，我觉得也蛮值得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下，可以稍微逛一下。因为它整个博物馆的结构其实非常大所以你拍点人像呢，我觉得也非常适合。而且这博物馆上面呢也有樱花树，如果你想要带这种很极简的建筑配上人像的话，像我这边用可能85左右角短的拍一些照片，那我觉得效果也很好。所以这样子整趟绕下来呢，我觉得大概会花掉1天的时间呢。我觉得这是蛮推荐，如果你在盛冈的时间比较多的话呢，可以规划1天的时间，开车绕这一条路线呢转一圈，我觉得应该会还蛮不错的。那第2条自驾的路线呢，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到附近的这个田泽湖。那田泽湖那边有个神社，我觉得蛮漂亮的。然后这一路上面的风景呢也很好，只是开车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点，所以这边呢就推荐给大家第2条适合走一整天的自驾的路线。往田泽湖的路线呢，一开始从盛冈市出发的时候呢，会先经过志波城的就是遗迹。那志波城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那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没有了。那你看到的那个城门呢，它也是修复的，整个城墙呢，几乎部分也都是修复的。那整个里面主要建筑物呢，他们貌似是有要重建，但可能离他们整个重建完呢，应该还有非常长的时间。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停留一下，因为整个城的面积很大，你甚至是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城门一开始是因为在开去龙泽公园的时候，路上经过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酷，所以呢，特别就把它安排进了隔天的自驾路线里面。它有一个简单的观光中心，然后里面呢可以买到玉成印如果你有在收集，然后除了玉珠印之外呢，你各种都想收集的话，它是有玉成印的。那离开它之后呢，有一个蛮推荐，就是你一路往田泽湖的路上走，这基本上在高速公路上呢，你会经过了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休息站，我不知道它可以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一个休息站。那在这个休息站呢，它里面有那个 Mount Bell 的岩手限定的衣服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些岩手限定的纪念品的话，它有卖鹿肉然后还有卖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那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稍微停留休息一下。那如果你有在收集宝可梦的水沟盖的牌子的话呢，在这个休息站呢也有一个水沟盖。那接着继续就是往田泽湖的这个仙北市的方向走，那这时候呢，你的路线其实会有点分叉，一个是直走继续往田泽湖去，一个是稍微往上走一点点呢上面有一个叫做秋扇湖的地方，有一个水墨林。那我觉得如果你时间够的话呢，可以先开车绕路，先到上面的秋扇湖这个地方稍微停留一下。在水墨林这个路口之前呢在这边有一个岔路的小溪，这个地方呢，它旁边有一条小小的岔路，在这里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小小的岔路。那在这个岔路进去之后呢，是有地方可以简单停车的，因为前面那条路呢，貌似是已经有点半废弃了那我至少我到了现场，它前面是非常破烂的，然后旁边有一个很足够宽的空间是可以停车的。我相信大家从这边的照片看起来就知道，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酷的地方它是附近的树呢，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湖是后来才淹没，还是树怎么原因，3号一个原因，它的树就跑到下面来了。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些泡在水里的树长得其实都比它附近的树还很好。那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才刚春季，所以附近上面的树都还算是比较枯黄的状态。可是，在湖里面的树呢，都非常的翠绿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水比较多的关系还是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景色是蛮漂亮的，你可以在新义川大桥上面呢，可以拍到一些蛮好看的画面。我去的时候呢，就是一直都有当地的摄影师呢，就带着架在那个地方架脚架拍照。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日本人就是在拍风景人呢，可能会去朝圣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那边景色还蛮美的。那我自己推荐呢，可能在下午3点以前要到达这个地方，因为再往后的话呢，旁边的山壁会把光遮住。如果在天气好的时候去，应该会非常的漂亮。田泽湖呢，就有一个那个玉座石神社，它一样就如同各处就是在水中的
鸟居一样，这边也是有一个就是接近在湖边的鸟居。那因为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游客比较少，你如果今天要帮旅伴拍照，你希望他能够站在鸟居的中间哦，那因为它后面是有楼梯的，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拍到就是人带整个鸟居在湖面上的这个画面。那当然你纯拍风景呢，如果天气很好，可以拍到对面的山哦。那如果刚好有点积雪的话，那个场景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在这个神社呢，有卖，它有一个镜子的石头，它是有点像是求美貌的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想要买一些玉手送给女性朋友的话呢，这个地方可以买到就是专门来求就美貌的玉手。我自己会觉得天泽湖好像不需要绕一整圈，但我觉得蛮值得，可以至少先开到玉座石神社这个地方呢，拍点照。那如果是在夕阳时间的话，因为那一趟来的时候，这边大概是3、4点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其实光线还蛮漂亮的。那我觉得呢，如果再晚一点呢，天色搭配那个湖面呢，应该会非常非常美哦。所以这边也推荐给大家，有机会可以这边绕过来一下。那以上呢就是第2条关于在盛冈附近呢，就是我推荐自驾可以去绕的一些景点的路线。那其实还有第3条，第3条的话就是去宫古市，但因为宫古市的内容比较复杂一点哦，我把它放在我们的频道会员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频道会员哦，可以看到第3条路线的部分。那再来呢，这边再跟大家分享3个那种免费的观景台。在盛冈市呢，其实要找到制高点看观景台呢，最直接的地方呢，就是在盛冈车站的附近。盛冈车站的后面呢，有一个20阶的展望台，它是一个办公大楼，只是你可以直接坐电梯到它的20楼，它是免费开放的，是不用钱的。就在盛冈车站的后方，就是你也不需要开车，你开车的话，它下面有很多停车场可以停车哦。那如果你是单纯是大众运输系统的话，它就在盛冈站的后面，走路就会到。那我其实想吐槽，就是来盛冈之前呢，郑颖还说你是不是去静冈？我说不是，是盛冈。听都没听过盛冈，它确实是一个小城市。那我觉得要去辨别一个城市大或小呢，你就看它的观景台是几楼的观景台就知道了。还记得我们去札幌呢是 T38，38楼在札幌市区呢就是最高的地方了。那在盛冈呢，20楼就是最高的观景台。那上面又是免费的，我觉得即便它是免费的，它能够看到整个盛冈市的角度其实蛮好的，也可以看到岩手山，也可以看到整个盛冈市区，但是看不太到城基那个地方。那另外一个观景台呢，我觉得也蛮值得推荐的，就是在我们前面有提过，在那个盛冈中央公民馆的旁边有一个这个爱瑞山的展望台。这个展望台呢，我会比较推荐可以开车上去哦，因为你有走路上去其实会蛮辛苦的。那它上面有一个长相非常非常奇特的建筑，那我觉得很适合拍人像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顺便拍一些很酷的人像的话，我觉得那观景台本身呢，比观景台能看到的东西呢，我觉得更吸引人。那它看下去的 view 呢，其实也蛮好的。不过它主要看的 view 呢，其实也看不太到很多盛冈市，因为我觉得可能盛冈市没有太多大建筑的关系哦，所以看起来呢，其实画面其实也蛮平的。我是不知道晚上看夜景效果怎么样了，但我觉得白天上去，我觉得就普通，但是因为毕竟它也是免费的，所以有兴趣的话呢，也是可以上去走一走。第3个呢，就是中央公园的展望台，因为它叫展望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非常高起来的一个平台哦，想说它既然都叫展望台，但它其实不太高，它其实就大概2、3层楼高哦，可能再高一点哦，因为就不会超过5层楼，但2、3层楼高左右的高度。它就是在公路的中央，它是一个在巨大公园的中央一个隆起的地方，所以以看风景来说，我觉得不用期待太多，但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来的。首先第一个是，如果你来这个中央公园展望台的话呢，你就可以顺便去岩手县立美术馆。岩手县立美术馆就算不进去参观，它的建筑物本身呢也很漂亮，也蛮适合拍一点建筑物，或者你人带建筑物的话呢，我觉得岩手县立美术馆也很值得。如果是樱花季来的话呢，在美术馆的周边呢也都是满满的樱花，而且它有枝垂樱，所以它的樱花可能有的又比较低一点点。如果你要人带樱花的话，你要把人埋在樱花里面的话，那这里也会是一个好地方，再加上它旁边也可以停车。再来呢，如果你是喜欢宝可梦的话呢，在这个中央公园展望台下面呢，有一个小泉石公园，整个游乐设施呢都是围绕着小泉石在设计的。那你会问，为什么是小泉石呢？因为岩手县的代表的宝可梦就是小泉石，岩手嘛，好像蛮好理解的。那总之这3个呢，免费的展望台呢，分享给你哦。希望如果你有想要拍一点高处的景的话呢，可以参考看看。
那再来呢，推荐大家一条散步街拍的路线哦，就是在盛冈市区中呢，有一条我觉得蛮值得可以去走走的散步街拍的路线。如果你要找这条路的话，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找到报恩寺、龙骨寺，或者就是这一条哦。它前面有一条，这一整条街道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因为沿着这一条路上呢，它全部周围呢都是寺庙，像是一条就是寺庙的聚集街。我自己的推荐呢，我会把车停在可能更南边一点的地方，看你能够走多远。那我自己的话，上次我是停在大概在这附近左右，然后大家就直接看地图自己抓一下，这个没有一定要停在哪里哦。像我就是随意把车停在一个地方之后呢，重点就是走这一条有点弯弯曲曲的这条路上去。那这条路呢，它其实是野田街道，就是号称盐的街，它是日本的道100选其中的一条街道。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今天去一些城镇啊，你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适合去走走，就是随意拍照的地方的话，你可以搜寻一下日本的道100选，就日本他们那边我不知道是什么机构，他们选了100条推荐的道路，那每一条道路呢都有它的特色在。它以前是一个在运送盐的一条街道啊，就一条主要送盐的干道。但现在呢，因为它旁边的寺庙林立，它就变成是一条寺庙一条街的感觉。所以你沿着这一整条路往上走呢，往北走呢，你就看到非常非常多寺庙，画面其实都蛮漂亮的。而在旁边这个河北印刷这附近呢的街道呢，特别的老。它很多都是非常非常老的建筑，有机会的话在那边散步，我就可以拍到非常多老房子。如果是一大早，可能在上班时间之前一点点的话，会有蛮多当地人可能骑脚踏车啊或什么样经过，那你搭配那些老房子的立面，配上一些脚踏车之类交错的画面呢，我觉得蛮值得散步街拍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的店家的店面啊，它的招牌 logo 都是很老的，所以拍起来呢就很有就是日本老城市的感觉，所以我蛮推荐的。那沿着一路上去呢，毕竟如果今天你一个人散步街拍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带着朋友一起散步街拍，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所以也不用担心。你一路从下面一路往上走，你就把终点设定在报恩寺。报恩寺非常的漂亮，尤其在夕阳，就是如果你刚好抓好时间走到这个地方，刚好是接近傍晚的时间呢，光线洒在报恩寺上面，如果天气又不错，我觉得它的光影啊非常好看，旁边树很多。当阳光穿过那些树荫，打在这个正门上面啊，就是报恩寺的山门上面啊，我觉得非常的漂亮。报恩寺里面呢有一个罗汉堂，那这个罗汉堂呢是可以付费进去的，在报恩寺的就是寺庙的正殿的地方是可以付钱，那几百块日币而已，然后你可以直接进到它的罗汉寺。它的罗汉寺里面呢就是满满的罗汉的雕像，有点像是京都33间堂的简单的版本，就大概是那个概念，就是有非常多的罗汉像，那它是可以拍照的，也是可以录影的，我们就其实都有问过，所以你可以在里面呢拍各种姿态的罗汉。我觉得反而是这一趟在走的时候呢，我觉得蛮值得停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抓个下午2、3点的时候出发，我觉得就沿着这条街一路拍拍照，然后最后到罗汉寺里面逛逛，在报恩寺里面逛逛，整个算是一个蛮好下午的，就是在晚餐之前呢，一个蛮舒服的散步行程哦。那最后呢，就分享一下对于盛冈三大面的心得，然后因为蛮多观众都问我对于三大面的看法如何。盛冈的三大面呢，就是盛冈冷面、盛冈的炸酱面以及一口的荞麦面，我各自都吃了。我的冷面吃的是蜃楼阁，然后我的酱面呢吃的是白龙，那个碗荞麦呢吃的是东家，都是有名的店家。那冷面的话呢，它就是很像是韩式的冷面，它里面是会放一些水果的，有水梨，有时候夏天会有西瓜。然后它的冷面是搭配烧肉在吃的。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我们之前的客人然后我们一起吃饭。那因为我们客人就是人非常的好，然后点了比较多的烧肉，所以那一餐呢，其实我有点吃不准，因为我们像是在吃烧肉配冷面，而不是冷面配烧肉，所以我会说烧肉蛮好吃的，那冷面呢有点硬的，我觉得那个面条其实蛮硬的，我觉得就应该是很接近韩式冷面的那种感觉。那汤头就是冷汤，那我自己觉得还蛮酷的，但就可能不会特意去吃。那盛冈的酱面呢，我们吃的是白龙，白龙的特色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盘子可以留着，然后你可以加钱，然后100日币打一颗蛋，它会帮你加热水变成蛋花汤，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吃，可能像普里或哪里你在吃霸丸的时候，吃完霸丸之后呢，你可以加汤，然后你把那个酱汁吃干净，就是有一点点帮老板顺便洗碗的那种感觉吗？总之呢，酱面
我是觉得普通，那徐老师是给予相当低的评价哦，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自己觉得还好哦，就我个人是觉得还好。那碗荞面的话，我觉得荞麦面本身是好吃的。那碗荞面的特色就是它是小小碗，我是非常非常小，一口一碗。那旁边会有个服务生，你吃完一碗之后呢，他会拿一碗的量倒在你的碗里面，你就再吃他就再倒，你就再吃他就再倒，你就再吃他就再倒。你吃到100碗的时候呢，会得到一个奖状，因为旁边的服务生呢会一直帮你倒那个面，然后他每倒一碗面呢，他会说豆走，整间店就是一直回荡着那个豆走跟那个碗扣在碗上面的那个声音，我自己觉得蛮魔幻的。我是觉得可能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我自己就 pass 了啊。希望如果下次有机会带郑怡去的话，可以让郑怡挑战一下100碗哦。那我自己就先不要了。以上呢，就是这一趟去盛冈，那我觉得扣掉了那些观光客一定会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盛冈大部分的景点呢，其他 YouTube 都介绍过了。那我今天分享这些地方，可能稍微有些是比较冷门一点的。那希望除了那些大众热门的，一定会去看的岩手银行，一定会去看的那些成绩之外呢，稍微外围一点的地方，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些我这次去盛冈得到了一些我自己推荐的一些景点跟路线。希望今天这一集呢，能够帮你，如果在明年樱花季的时候也想要规划去一趟盛冈。我是道慈，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